一口气看完太平天国运动。19世纪中叶，封建统治的腐败无能，清王朝已经衰向尽显。此时的世界形势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西方一些国家的工业革命蓬勃兴起，凭借着坚船利炮不断向外扩张。英国正在竭力扩张世界市场，掠夺殖民地。在1840年6月，英国发动了蓄谋已久的侵华战争，史称鸦片战争。英军远涉重洋，以区区数千兵力沿中国海岸线一路北上，打败了以天朝上国自居的大清王朝。清朝被迫签订屈辱的南京条约，条约规定赔偿2100万洋银银元，割让香港岛等内容。鸦片战争以后，清政府为支付战争赔款，加紧搜刮人民，统治更加腐败，贪官污吏、土豪劣绅也趁机勒索百姓。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给中国人民带来新的灾难，同时自然灾害严重。1846年至1850年，河南、湖北、广西等地水灾、旱灾、虫灾等天灾不断，广大劳动人民陷入饥饿和死亡的困境。同时，鸦片的输入导致满清白银大量外流，劳动力日益衰竭，人民生活更加困苦艰难，不堪忍受煎熬的劳苦大众纷纷起义。洪秀全是广东花县人，曾多次到广州参加科举，可惜都没有考中。在洪秀全第3次没考上秀才之后，大病了一场。生病期间，洪秀全一直处于一种癫狂的状态，折腾了20多天后，洪秀全清醒了过来。他说他做了一场梦，梦见自己到天上去了，一个老先生给他一把剑，说天下妖怪太多，你把他们杀掉，然后你去做天王。根据后来太平天国的史书记载，当时洪秀全梦到的老先生就是上帝耶和华。公元1843年，29岁的洪秀全完成了他人生中第4次科举考试，这一次他仍然没能考中。相比之前，洪秀全显得略为平静，他只是把家里的经书都丢在了地上，同时发誓，从此以后再也不参加清朝的科举，等自己来开科取天下事。同年的夏天，洪秀全的远房表哥李敬芳来到家中，在洪秀全的书堆中，他找到了一本叫做《劝世良言》的小册子。这本书让李敬芳非常着迷，他劝洪秀全一定要看一看。这本《劝世良言》以神道、人道、国俗、天文、地理为主要内容，旨在宣讲基督教教义。书中关于反对偶像崇拜，强调信徒通过个人修行和日常的修行而获得皈依上帝等论述，给洪秀全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读完这本小册子之后，洪秀全终于为自己多年不能得志的人生理想找到了奋斗的方向，并结合之前的梦境，洪秀全从此不再承认是他父亲的儿子，而是上帝的儿子，是太平天子。于是洪秀全开始把自己要当天王的这套理论向村里的人讲述，村里的人们都以为他又疯了，但他却说服了他的堂弟，名叫洪仁玕，和远房亲戚冯云山。冯云山是一名天才的组织家和宣传家，于是洪秀全和冯云山创立了拜上帝会。洪秀全自称上帝的次子，正式开始了秘密的传教活动。为了彻底向曾经的科举考试决裂，洪秀全宣称天下独一真神是皇上帝，其他都是邪神，必须全部捣毁。两人首先决定拿私塾里的孔子牌位开刀。一次上课时，洪秀全在众目睽睽之下砸掉了私塾中供奉的孔子牌位，并他没有想到的是，这一行为激起了强烈的反应，学生们纷纷从私塾退学，洪秀全也因此丢掉了私塾老师这一工作，而且在家里也没招到什么信徒。1844年的春天，洪秀全和冯云山被迫前往广西谋生和传教。在中国历史上，北方中原地区的人民因为战争和政治原因，曾经有过几次大规模的南迁行动，大量中原地区的人南迁到福建、广东、广西等地区。这些客居异乡的人群保持着原来的方言、生活习惯与礼俗，还保留着中原地区的生活传统，因此被称为客家人。作为当地的外来人口，在当时，客家人不可避免地在选择居住地和占有耕地的问题上和原住民发生矛盾和冲突。随着鸦片战争带来的经济萧条，本地人与客家人的矛盾愈加尖锐。洪秀全和冯云山都为客家人，来到广西后，洪秀全很快在这个远离官府的山区发展了100多名客家人信徒。为了加快传教的速度，他开始自己编写传教的小册子。洪秀全自幼熟读经书，其中《礼记》中所描绘的大同世界曾给他留下过深刻的印象。大同世界描绘了一个人们没有私产、没有私心，
社会没有犯罪，老弱病残都得到妥善抚养的理想境界。洪秀全将圣经和四书五经结合起来，写出了《原道醒世训》等作品，加快了传教的速度。公元1844年的年底，洪秀全捣毁了当地供奉的一双因唱恋歌而去世的男女的六巫庙，而惹怒了本地人。洪秀全独自回到了广东，冯云山却留在了广西紫金山继续传教。到公元1847年，冯云山在紫金山区共发展了3000多名拜上帝教的信徒。这些信徒中也逐渐加入了一些受过良好教育的富裕子弟，烧炭工杨秀清、贫苦农民萧朝贵、读过私塾的韦昌辉以及家境富裕的石达开都是其中的骨干成员。这年7月，洪秀全再次来到紫金山，受到冯云山和拜上帝会会众的欢迎。在这样众望所归的氛围中，拜上帝会的领导核心成立了。为了在宗教系统中给自己找一个神的身份，洪秀全自称耶稣的弟弟，上帝的第二子。冯云山、杨秀清等人也被安排为耶稣的弟弟，也是上帝的第三到第七子，形成了一个围绕着洪秀全为核心的神圣家庭。洪秀全模仿基督教圣经旧约里上帝为犹太人所定的摩西十诫的内容，编写了拜上帝会的10款天条。这些天条规章与他之前编写的小册子传遍了紫金山区，越来越多的人皈依了拜上帝会。眼见紫金山的大好形势远远超出了自己的期望，洪秀全大喜过望，决定利用拜上帝教的强大力量清除异教徒，找回偶像。洪秀全和冯云山远赴广西的象州，捣毁了当地香火最盛的甘王庙。随后，洪秀全下令永不准复立此庙。接着，洪秀全又派人把紫金山地区所有的社稷和神坛全部捣毁，宣布在当地只能信奉唯一真神，那就是皇上帝。1848年，武宣县团练突袭了拜上帝教总坛，抓走了冯云山，并且把他下了监狱，告他聚众谋反。拜上帝教遭遇了创立以来最大的一场危机。洪秀全返回广东，准备向两广总督请愿，希望遵守允许宗教的信仰自由的许诺，请求释放冯云山。这个想法在当时因过于天真而无法实现。此时的杨秀清则机灵得多，他主张以行贿为主，组织营救冯云山。杨秀清下令烧炭的教徒每卖100斤木炭，就抽一部分炭税上缴，作为行贿营救冯云山的专款。当时清朝政府已经比较腐败，桂平知县在收受杨秀清贿赂后释放了冯云山。冯云山的成功营救后来被视为太平天国发展史上非常重要的转折点。有人认为，如果不是杨秀清，此时的太平天国或许已经夭折。公元1849年到1850年，越来越多走投无路的百姓加入拜上帝会，人们真诚地皈依这个外来的上帝，可以为自己穷苦而绝望的人生提供光明和希望。当时，教会的所有会众被要求变卖财产投入圣库，人民将从圣库领取生活用品。这种原始共产主义的理想模式对穷人无疑有着巨大的吸引力。从理论上和制度上，拜上帝会已经做好了发动革命的准备。公元1850年4月3日，洪秀全在平在山穿起黄袍登基，正式就任太平天王。根据天父天兄的旨意，开始发动群众集结。到11月，2万多名信徒在杨秀清的统一指挥调动下，集结到广西桂平县金田地区，准备发动起义。1851年1月11日，在洪秀全38岁生日这天，拜上帝教举行了恭祝洪秀全万寿的大典。在万寿庆典上，洪秀全正式宣布拜上帝教起兵反清。洪秀全自称太平真主教徒，以太平天王的身份宣布建立太平天国，以本日为太平天国新开元年，组成的部队称为太平军。太平反映了自古以来中国老百姓对安定的理想社会的追求，天国则来自于圣经。太平天国的目标是在上帝的指引下消灭人间的阎罗妖，实现天下一家共享太平的理想社会。太平军宣布清朝统治者为妖魔，称之为清妖。太平军不再剃发，按照中原地区本来的习俗留起长发，因此被清政府称为长毛。1851年秋，太平军攻占广西的永安州，12月在永安城分封诸王，史称永安封王，封原中军主将杨秀清为东王，称9000岁；原前军主将萧朝贵为西王，称8000岁；原后军主将冯云山为南王，称7000岁；原右军主将韦昌辉为北王，称6000岁；原左军主将石达开为翼王，并诏令诸王接受东王节制。
太平天国在南王冯云山的构想基础上，建立了初期的官制、礼制、军制，并推行了自创的立法太平令。与此同时，太平天国正式向全国发布檄文，号召全国人民推翻清朝。面对太平天国的革命风暴，清朝的统治者决定派兵镇压。到公元1851年底，前来剿灭太平军的官军总数超过了46000人，每隔一阵，官军就会对太平军发动大规模进攻。公元1852年4月3日，洪秀全发布动员令，令太平军抛弃辎重，全军突围。此后，太平军可谓是势如破竹，展现出极强的战斗力，陷安庆、攻武昌、克长沙，在短短2年时间里就打入了南京。但起义元勋南王冯云山和西王萧朝贵先后在北伐途中殒命。公元1853年3月29日，洪秀全乘坐有36人扛抬的大轿，像皇帝那样进入南京城，将南京改名天津，并定都于此，建立起与清王朝对峙的政权，并对占有的地区，主要是南京城，推行了一系列以军事化为主的社会组织建设措施。首先拆散家庭，将男女人口编入男行女行，严禁男女私会的家庭生活，所有个人和家庭财产都需上缴天国圣库，生活所需实行供给制。他们下令居民每日诵经敬拜上帝，并严厉禁止吸食鸦片、饮酒嫖娼，并在同年的12月，天国领导层制定出了更为系统的基本社会制度——天朝田亩制度。此制度建立在一种社会理想之上，务使天下共享天赋上主、皇上帝大福，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保暖。对于传统中国社会的农民来说，最大的财富无疑就是土地。所以，天朝田亩制度的核心内容为田产均耕，按人口平分土地，是这个制度的精华。公元1853年春末，洪秀全宣布开科取士，以白话文取代清朝科举的八股古文，内容为拜上帝会宗教文献，考生则来自三教九流，包括算命者和巫师。至此，洪秀全终于实现了自己要开科取天下士的誓言。不仅如此，太平天国的科举考试还开设女科。太平天国还禁止妇女缠足，妇女的地位被进一步提高。与此同时，太平天国在军事上也采取攻势，以掌握战略主动权。北伐虽然失败，但西征取得接连的胜利。太平军在公元1855年至1856年分别夺回了武昌，摧毁了清军江南江北2个围困太平天国的军事大本营。然而，在太平军节节胜利的过程中，一场巨大的危机正在太平天国内部悄悄滋生和蔓延开来。最初，太平天国的高层领导者制定了一个所谓小天堂的目标，将来造反成功之后，会享受荣华富贵，封作王侯将相，享受天国一般的生活。所以很多农民可以放弃一切，全力的追随。然而，那些裹挟着抛家舍业、举家卷入太平军的农民，很快也就明白，所谓的天堂其实并不属于每一个人。那些以解放民生为己任的农民领袖迅速划分了层级，这个以平等作为信仰的政权，其实在一开始就陷入了等级制的沼泽。一个具有摧枯拉朽之势的政权，就在它如日中天的时候，骤然斗转之下，迅速的瓦解衰落。可以说，尚未真正开始，就已经走向灭亡。公元1853年攻占南京之后，洪秀全开始大兴土木，改建新宫。天国的其他王侯也各有王府极尽奢华，以无处不均匀为口号而建立太平天国的洪秀全，事实上从一开始就走向了自己理想的背面。太平天国所制定的规则大都只是针对底层士兵和百姓，采用双重标准，管理层的诸王则不受约束。太平天国实行男女分居政策，但洪秀全却有88个妃子，东王和西王是11个妻子，北王6个妻子，中级的官员2个妻子，小官和普通的百姓则是一夫一妻制。其次，所谓的圣库实际上是太平天国存放财物的大仓库。以洪秀全为首的领导层不但搜刮了几乎全部的财富，还把南京变成一座大的集中营和宗教场所，实行严厉的等级制和神权统治。每逢礼拜时，百姓必须前往参拜，听到锣声不去，或者去了态度不严肃的参拜者都会处罚，轻则杖打，重则斩首，甚至处以诸如五马分尸等酷刑。所谓太平天国，更像是一群流氓无产者的豪赌。
他们最大的梦想就是杀死王公贵族，让自己成为王公贵族。事实上，小朝廷暂时稳固之后，人们很快发现这些新兴的万岁千岁们开始了报复式的荒淫暴虐生活。管理层的腐败导致了太平天国从内部快速瓦解。不久后，太平天国首领内部出现分裂，天王洪秀全和东王杨秀清之间在执政方法和权力分配方面摩擦不断，两人或明或暗的王位之争愈演愈烈，这让洪秀全感到了巨大的危险。他怀疑杨秀清正在策动一场政变，想取代自己。于是，天王洪秀全密诏北王韦昌辉和燕王秦日纲返回天津勤王。对东王杨秀清隐忍多年的北王韦昌辉决定采取斩草除根的方式，不仅杀了杨秀清全家，甚至还杀了杨秀清的诸多部下。而这些部下多达2万余人，杀红了眼的韦昌辉进入了一个癫狂的境界，一夜之间又将质疑他行动的翼王石达开的全家老少全部诛杀，只有石达开一人只身逃出天津。为了搜寻石达开，韦昌辉甚至带人试图闯入天王府，向洪秀全要人。从最初只杀东王杨秀清一人，变成了北王在天津城内的杀伐游戏。时年25岁的翼王石达开，自加入太平军以来，和清军大小激战数百场，无一败绩。清军称他为石敢当，如此枭雄，没死在敌人刀下，倒被自己人从后面来了个满门抄斩。半个月之后，盛怒之下的翼王石达开率领大军兵临天津城，诛杀北王韦昌辉，几十万太平军将士兵戎相见。最终，洪秀全也无法容忍北王韦昌辉的滥杀，在3个月后将其诛杀。燕王秦日纲也被诛杀。这一场内讧严重的削弱了太平天国的战斗力和凝聚力，太平天国从全盛而转向衰弱，史称天津事变。天津事变导致3王被杀，一王石达开选择远走，带走了最忠于他的20万部队，表示要继续西征，扩展太平天国的势力，从此一去不复返。天津事变后，洪秀全情绪消沉，完全沉湎于奢靡的后宫生活。1856年到1860年4年间，清朝政府一直忙于调兵遣将，以镇压太平军，仅用于对付太平军的机动部队一度超过10万人。同一时间，英法联军也趁中国内乱之际，向中国发起第2次鸦片战争，火烧了圆明园，迫使清政府签订《北京条约》。清朝把主要兵力放在了镇压太平天国运动和各地的人民起义，英法军队也开始和清军联合绞杀太平军。1861年9月12日，在曾国藩和曾国荃兄弟的指挥下，训练有素、纪律严明的湘军包围了安庆，太平军粮断援绝，最终投降。太平天国后期，尽管有李秀成和陈玉成这样的军事天才指挥作战，但终究无法扭转节节败退的战局。1863年，天津被围得像铁桶一样，城内已经无粮可食，洪秀全只能勉励人民吃野草来活命。同年，石达开率领的4万部队在四川境内的大渡河南岸全军覆没，石达开被俘，在成都就义。他深受凌迟酷刑，但从始至终默然无声，享年32岁。他是太平天国最具传奇色彩的人物之一，他体恤百姓民生，生平事迹为后世所传颂，被认为是中国历代农民起义中最完美的形象。1864年6月1日，精神崩溃的洪秀全自尽身亡，李秀成辅佐洪秀全的幼子洪天贵福登基。7月19日，曾国荃率领湘军炸开了天津城太平门，攻入城中，对全城进行了杀戮。这个存在了14年，纵横全国18个省，先后占领过600多个城镇的农民政权，最终灭亡。